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美加现在是真的掰了吗？而且呢，川普还很吃中国的醋哈。我们来看到啊，现在中加走得很近，川普就呛加拿大了，说呢，加拿大竟然还想要跟中国做生意，这会把加拿大给生吞活剥，那我们就只能够拿到剩饭残羹，我可不想这样。甚至还说啊，你跟中国走得近哦，中国会禁止你加拿大所有的冰球运动哦。那对于这个莫须有的指控啊，中国大陆的发言人也说了，说呢，中国跟加拿大建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了平等对待、开放包容、和平合作、共享共赢的精神。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好，但是现在呢，美国跟加拿大真的是闹翻了，连这个跨境大桥，川普也要吵。川普就说了，说我们是有权去修改项目的。那加国的总理呢，就说，经费是我们出的，所有权本来就应该对半啊，怎么会是你有权去做所有的项目许可修改呢？他还说了，说我们与川普进行了一次正面的对话，并且提醒他，加拿大是负担了所有的建设经费哦，而美国你还共享所有权呢。好，那对于这个桥的事情呢，安大略省长也说话了，他说这简直太疯狂了川普根本就疯了。他读到那篇贴文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川普这么疯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啦。而密西根州的州长则是说，大桥无论如何都会通车，很期待出席这个剪彩仪式。而且州议员也说了，说川普威胁要搞垮这座大桥，是在惩罚密西根州的居民为他挑起的贸易战负责。美国人自己都不挺你在闹这个大桥的事情了。而 CNN 就解析了为什么川普现在要针对这个大桥呢？他就分析认为啊，川普的强硬言论可能是更广泛的一个与贸易争议有关，包括了加拿大对美国酒类的抵制啊，以及呢长期存在的乳制品贸易摩擦。所以现在呢，他就拿桥来开刀。而牛弹琴，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评论就说了，说呢，在国际博弈的盘棋上啊，即便你很安静的待在角落，也可能突然间被指认为是另一方的头谋。但是加拿大，谁真正在尊重加拿大？是谁在打脸？没商量。真的是讲得非常的酸哦。而且现在呢，中国大陆跟加拿大的关系非常的好。现在呀，大陆也是狂买65万吨的加国油菜籽这个是路透引述了2名匿名贸易人士的报道，说大陆的部分进口商呢，已经订购了10船的加拿大油菜籽，预计今年2到4月份的时候就会分批出货了，显示双方的互动越来越热络了。好，而你怎么去对抗加拿大的欧盟也在看现在欧洲呢是怒了在慕尼黑的安全报告中呢，狂批川普是全球的一个破坏球。慕尼黑安全会议呢13日登场，那么举办会议的欧洲官员呢，昨天发布报告，痛批川普是全球破坏球摧毁了战后秩序，言辞非常的严厉这个程度呢已经到引人注目了。而且呢，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呢也支持欧洲制造，甚至要去推这个产业欧气优先。之前就商讨过要提升竞争力了。那么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今天是再次的表示要支持欧洲制造，就是希望呢在推动战略领域优先考虑欧洲企业，而非外国公司。是不是在指美国呢？好，那另外呢，马克宏也示警了，说美国现在呢好像对欧盟有一点暂缓了。突然间放软姿态了，以为事情结束了吗？千万别这么想。当已出现明目张胆的侵略举动的时候呢，我们欧洲绝对不能够屈服，或者是试图表达和解的，因为我们已经尝试这个策略好几个月了，现在很显然是无效的。而现在德国的狂欢节呢，也来酸川普了来看到这个游行活动呢，竟然是用一个这个川普没有穿裤子，还去强搂自由女神的这样的一个塑像，来嘲讽川普。这个是在美国
德国的西部大城梅因斯，主办的一个游行花车，竟然是把川普呢给塑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伸着舌头，然后还抓着自由女神的双手去拉近，所以可以看到啊，现在呢反川普已经变成反美国了。那这样子对美国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呢？我们请教赖教授。当然不好啊！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很多的民众，还有包括他们这次参加冬奥的运动员，都深受其害了，都受了他们的总统的害啊！因为本来运动员应该是去参加比赛的时候表现好，那观众就会喝彩，表示肯定加油。所以运动员对旁边的这些观众的一个支持，其实会激发他很大的一个潜力跟动能。但是现在美国的运动员在欧洲其实很不讨好，这个就好像说范斯去参加这个冬奥开幕式的时候，被6万多个现场的以欧洲为主的绝大部分的观众所报以嘘声跟口哨声啊，这个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是说欧洲人现在对美国已经是非常的愤怒啊，这是第2次的愤怒。第1次的愤怒是发生在小布希总统时代，也是共和党，那是2003年的时候。那2003年，小布希他去这个假造一个肥皂粉，然后去攻打占领这个伊拉克。他主要的目的是抢油田。那为什么会抢什么油田呢？那是伊拉克的油田，可是伊拉克把他4块油田，其中2块，一个是给法国，一个是给德国，他们是专业开采，也就是说整个油田的开采权这个跟法国跟德国分享。那所以德国跟法国他们2个没有产油国，他们就获得油的稳定来源。美国看不下去，就把它抢走。那个时候在欧洲，德国、法国就起了一个反美运动，那就把它写出美国新帝国主义。小布希那时候就把欧洲分裂了，分成旧欧洲跟新欧洲。那是第1次欧洲的反美，可是只有在德国跟法国。可是这一次的反美是普遍性的了，欧盟的27个国家，你可以看到几乎都反美了。那这一次要在慕尼黑的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慕尼黑本身的安全报告封面就是一个大象，非常巨大的象，然后在一个房间里面到处乱撞，然后所以就把房间里面所有的摆设原来都很有秩序很有规划的东西全部都撞坏了。那撞坏了，这代表什么意思？这大象代表谁？就是美国川普，他已经毁掉了他2次大战以后他所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跟国际秩序，都被美国这个川普这个大象把它整个撞坏。所以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其实就是直接的批判了川普了，而且他开宗明义就已经把这个川普写成为欧洲人的公敌，因为他就像一个推土机一样，他就像一个大榔头一样，他要把所有的国际秩序、国际法都把它敲掉。所以他们本身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中，这一次的调性就调性定在反美。我不晓得这个卢比奥，因为去年是范斯去嘛，范斯去教训欧洲人一顿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今年是卢比奥去，不知道卢比奥的演讲会不会又受到什么样的嘘声，我们来观察。另外，马克龙他们想要引导这个舆论为什么要引导舆论？因为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马上要召开欧洲最高阶的理事会了，也就是说，欧洲27个会员国的国家的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他们都要去开会。这个开会很重要，所以马克龙想主导这次的会议，因此他先找了欧洲的4家主流媒体，一个法国的《世界报》，英国的《经济报》跟《金融时报》，还有德国的《南德意志报》，然后来讲什么呢？讲要欧洲优先。那你看，一个是美国优先，一个欧洲优先，难道不撞在一起吗？因为都要优先，就撞在一起了嘛。那既然撞在一起的情形下，大家在相撞矛盾的过程中，才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所以等于是马克龙希望欧洲站起来，勇敢站起来，在相撞的过程中才能够追求到平衡，追求到欧洲人的利益跟欧洲人的尊严。好，加拿大这个大桥，川普毫无道理因为第一个，它不是联邦政府的，它是地方政府的财产；第二个，47亿美元全部是加拿大人给的；第三个，他的指控完全不是事实，里面有一部分是用这个美国的钢，有一部分是美国的工人，
所以是两国合作盖起来的。更重要的地方是，完全加拿大出资，可是财产却归两方所有，因为它的一半是归地方政府，所以现在又会引爆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所以真的美加大桥的所有权能够川普自己一个人说的算吗？我们请教彬哥。你看，川普前一句还说中国大陆会把加拿大生吞活剥，看起来好像是在帮加拿大担心，可是下一句话就马上露出他的真面目。他说我们只会得到残羹剩饭，所以他在乎的是利益都会被中国大陆抢走，我们吃什么？其实他们在乎的这些，所以在加拿大在他眼中就是我能够取得多少利益，就是很单纯就是这件事啊。所以他现在在乎的是加拿大，我本来已经看起来我唾手可得的东西，现在看起来要被中国大陆拿走了，我怎么能够坐以待毙呢？所以他就想出了这一个，他大概突然之间看到这个不知道美加大桥，就随便找个例子就随便乱讲。刚赖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他根本就在胡说八道。更好笑的就是这个桥还是2017年的时候，他跟杜鲁道两个一起说要盖，他自己说要盖。对啊，所以这个人真的是。你说遇到这个家伙，你还能怎么办呢？他今天讲的话跟明天讲的话可能完全没有关系，对啊，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他？所以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哦。那现在美国内部很多人对他越来越不满，可是没辙。那外国，我跟你讲，可不是只有欧洲，其实现在全世界只是有很多国家对美国敢怒不敢言而已。那实际上大家都觉得美国来了这么一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美国硬生生把自己过去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全部破坏，然后就像个土匪一样到处抢豪夺，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哦。可是现在欧洲看起来好像说我们要硬起来了，我们要欧洲优先，我们要重新拉回我们的制造业。但欧洲人是不是忘记一件事情？你们为什么会跟美国一样渐渐失去制造业？就是因为你们觉得那个东西在你们那边做划不来。你们把它输出到其他的国家去，你们这样子觉得这样利润比较好赚，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现在发现情况不对，你要重新拉回来，不是不能拉回来，但是你有没有算过，你拉回来你要花多少钱，成本够不够，有没有效益？你回来你就算做得出来，卖不卖得出去，这个就是大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喊口号可以解决的。川普现在因为他仗着他世界独霸的关系，逼着全世界重新去美国投资，可是我必须讲哦，现在你看到的是全世界的国家都是虚与委蛇。好，我去投资，但实际上钱都没有真正拿出来。像最近他不是对高市早苗很恼火吗？因为那5500亿到现在根本都没出现，人家都是一个拖字诀，他们在拖什么？很多就是在等你们那个宪法法庭也拖够久了吧？赶快判一下好不好？判一下这个关税，我们就不用再吃你这一套。但是我觉得世界各国也不用打这种如意算盘，为什么？因为川普绝对不会因为宪法法庭判决假设对他不利的话，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此屈服，他一定会想出其他的怪招，然后继续跟你打官司。他的个性就是这样，而且对他来说他已经无所谓了，反正他要连任的机会不大嘛，因为要重新修改美国的惯例，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现在就给你乱搞一通。因为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就是。川普现在看起来好像连期中选举都不是很在乎了。你看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他还在乱扯、在乱搞，然后在全世界各地树立敌人，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但是没办法，他就这样做了。而且你看呢，他身边这些人，范斯啊、卢特尼克啊、Rubio 啊这些人，看起来一个一个还是支持他这样做了。那我不知道他们是真支持假支持，但是这就呈现一个很危险的态势。我认为川普搞不好接下来会出现更夸张的言行都不一定，所以今天这个花车把它描绘成这个样子，其实这就是欧洲人现在对川普的感觉啊。你觉得你就像一个性侵犯，基本上就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就是完全不顾羞耻的想要把一切全部都夺走。那这个对欧洲人来讲，欧洲人长期几百年来都认为自己是地球最优越的，那现在被美国这样羞辱。可是欧洲人自己要去想想清楚，你们真的有决心跟美国撕破脸吗？你们真的有决心跟他对抗吗？马克龙每次都是第一个讲的最大声那个，然后讲完之后第一个说的也是他。对，所以马克龙要硬就硬到底啊，不要过2天你又消失了。
格陵兰出兵之后呢，马上第一个退回来的也是法国哈。但是我们来看到啊，现在这个美加关系吵得不可开交。那接下来这个川普真的是不在乎其中选举了吗？还是他只在乎是股市呢？我们请教厉将军。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为了这个川普为了这个边境大桥，扬言要封锁这个桥，这真的是川普生气了。为什么生气了？因为他看到加拿大跟中国来讲贸易这个越来越好，包括到中国要跟加拿大买这个油菜籽油另外也买了这个65万吨这么多。另外加拿大也让中国的电动车这个到加拿大去卖到加拿大而且后续来讲可能去投资设厂。卡尼也这样讲嘛。那所以说川普看到中加两国的贸易已经这个进气前嫌，然后双方来讲这个走向合作。那川普当然生气啊，非常的酸非常的吃醋，所以他扬言要封锁这个桥。这桥很有意思，我跟各位报告，这个桥是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川普1.0的时候，他自己跟这个加拿大所签订的。当然，这个桥刚开始立项的时候是在这个奥巴马的时候立项的。但是正式开工的时候是在他自己任内的时候，2018还是2017年的时候开始动工，所以他现在也开始连这个奥巴马他也骂进去对，奥巴马那时候不应该盖这个桥，但他现在所持的理由要封锁这个桥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这个桥盖到最后全部都没有用我美国的建材全部都是你加拿大的建材都没用到我美国建材，很明显的，他就说这个桥我美国这桥盖的过程里面，我美国没有赚到一笔生意这第一个他让他生气。第二个，他认为说这个桥盖好以后这个加拿大的货品可以经过这个桥这个卖到美国来又让加拿大再赚第二笔生意占尽美国的这个便宜，所以这是他第二点的理由，所以他扬言要封锁这座桥。那我觉得德国这个花车游行做这个项确实应该有读过中国的书了，我觉得这很明显。当我们看到川普花像将他做个穿西装打领带戴个皇冠但是去霸凌自由女神，但是这个下面他没有穿裤子这很明显，这叫什么呢？就叫衣冠禽兽这个上面穿个衣冠人模人样的，但是事实上所做的事情是禽兽的作为。尤其是我认为最传神的是他去霸凌这个自由女神，自由女神代表是美国，不是欧洲所以欧洲人很清楚，你川普做这些的目前的这些行为，事实上反过来后作用力是在你美国自己身上，是在霸凌你自己美国的老百姓所以我觉得在德国这个花车游行这个项确实是很传神，代表川普现在的所作所为。川普啊，他跟他国的这些竞争啊，都已经热过于美中之间的战局了但是我们来看到呢，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个战已经慢慢的变成台面下的一个长久战了。首先，我们先来看到金融的部分现在呢，中国减持已经连绵多年了，折射出了美国国债呢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分析指出啊，把钱借给大对头这个概念在北京已经不受欢迎了，所以呢，中国开始在减持美债了。那这个彭博就分析了说，这是符合他们的长远战略的按照估算啊，到2050年呢，中国官方的储备中美元资产占比会从2024年的58% 降到24%那么持有量会减少至7400亿美元。好，除了这个金融战的部分，我们来看到稀土战是怎么样呢？过年前呢，中国的总理李强也特别去访查江西省的稀土设施，还有相关企业。那么言谈之间呢，虽然是没有特别提到美国，但是暗示将提高战略矿产领域的竞争力，显示这个中美的稀土竞争呢还会持续的去加剧。那么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呢，美中永远是竞争对手，他们要从关键矿产还有半导体去夺回主权呐。他说呢，美中关系可以非常的富有成效，那么竞争能让你变得更好，以防你停滞不前。我们不想与中国挂钩，但确实脱钩，但是确实是需要去降低风险的。但是呢，没有中国的稀土，现在美国连国防的产业都有遇到难题了吗？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
美军空中主力战机 F-35的战斗机，结果在交机的时候呢，竟然是没有雷达，只有给一个配重块，怎么会这样子呢？中国的军事观察就指出了，由于关键零组件的供应中断了啦，所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了要维持生产还有交付进度，就暂时拿这个配重块去取代原本应该要安装雷达的位置，使得 F-35在未具备完整感测能力之下完成了交付。好，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稀土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直接影响呢？好，另外来看到美国手上有什么筹码呢？那当然就是晶片了啊。辉达一直很想要把晶片卖到中国，但是被问及是否相信中国会遵守对 H200晶片使用的限制时，美国商业部长卢特尼克表示，这个问题应该由川普总统来回答。好，但是现在美国要拼 AI，美国商务部也计划要向资料中心营运商提供关税豁免，那么对象主要为积极扩建 AI 资料中心的科技巨头。好，但是呢，你不提供这些科技晶片给中国现在呢反倒是让这个欧美企业自己尝到了恶果吗？来看到2019年，美国是联合了荷兰，向艾斯摩尔施压，要求其停止向中国供应 EUV 的高端光刻机，那么中国450亿晶片订单就瞬间悬而未决了。那么现在呢，中国呢可能会成为这个技术封锁的最大承交方，没有想到反而是让艾斯摩尔自己去陷入了一个发展困境。1月28号，艾斯摩尔正式宣布要裁员1700人，那么裁员的岗位呢，都集中在技术还有 IT 核心部门，同时也涉及了管理层人员。那这个调整就被行业媒体评价为一刀砍向企业发展的一个大动脉。好，那但是你这样子去砍了，但是对中国的影响有没有很多呢？中国企业的自研速度艾斯摩尔的 CEO 在采访时表示说，现在市场是反过来了再不向中国提高端的光刻机装置的话，那么以后可能就要向中国购买了你越限制，中国反而是发展的越好，而且现在还导致自己没订单要裁员。好，那我们来看到，在科技领域的话，中国的 AI 的真的是迅速的崛起字节跳动的这个 CDance 2.0它可以呢从生成画面到 AI 导演这个技术核心的飞跃急速的这个发展，现在呢震撼了所有的 AI 圈，也带动了 A 股传媒板块全面的大涨。那么摩根大通呢，也首度给予中国的 AI 企业 MiniMax 还有智谱增持评级，甚至不止聊天机器人阿里巴巴也要让 AI 真的去动起来来看到这款新模型 Ryan Brain 呢，它主要的用途是协助机器人理解周遭的实体世界，来进行物件的辨识与环境的判读已经呢从这个云端时间来到了我们的现实世界我们看到中国的 AI 路径虽然不是最先进的，它确实是最快去落地的。那这样子的情况来看，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上面，在科技领域上面，是不是中国其实优势不少呢？请教赖教授。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国家政策的方向走向会有比较持续性，走得比较远先看一下美债，原来中国大陆借钱给美国，因为美国政府发行美债，就是美国政府去借钱来花。那美国人借了钱来花，用这个花的钱再来去打中国。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吃你这一套了，它是计划性的开始减持美债了。那刚开始的时候是由政府来做，所以政府是一步一步的在减持。现在已经发现民间企业也跟上去了也就是民间企业开始在抛售美债，也都是有节奏的那么一步一步的抛售。那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是美债的额度在他们来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他们的目标可能会控管在他们的最小的政治风险之内，也就是说不会没有美债，也不会没有美元，而是会把它控制在他们所需要的最低的限度里面。这样的话，它的被像俄罗斯一样的这种风险就不见了就会减少。我想这是他们所做的事。另外，我觉得大陆的领导人去看什么企业，尤其是在关键的节点上去看什么企业，它都带动的就是一个长期的政策跟政策的帮扶重点就会放在那里。这个很像我们
经国先生时代一样。蒋经国先生那时候他下乡的时候，其实当他去看这个农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要发展，帮助我们的偏乡发展了。当他去看物价的时候，就代表当他去看这个10大建设的时候，就代表他的重点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台湾的发展能够那么好，就是因为领导人他不是随便去看东西的。我们现在是领导人随便都可以去喝酒、找房子、找什么业者来谈话，但是没有带一系列的政策这个就是不一样。大陆还是走这种传统的这种政治领导人去看一个企业、看一个产业，就代表他的重点在这里了。所以李强去看的是稀土，就等于是大陆的稀土矿会继续走，而且它不只是国内的，它是全球的稀土，而且中国还是要成为全球稀土的提炼的最重要的重镇。另外，还记不记得这个习近平又去看 AI， 又去看机器人，就是在上个礼拜。那就代表未来5年、10年，他们的重点就会放在这里，15计划就会放在这里。那么5年后，这个结果一定会出来。为什么？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没有印象？有一年，习近平去贵州看永磁土，结果你看现在全世界的永磁土90%以上掌控在中国手中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您讲的 F-35战机它的雷达做不出来？然后为什么？因为缺关键的元素嘛，缺关键元素做不出来，可是飞机还是要飞所以就只能够用雷达的配比重来先让它飞吧。但是没有雷达的战机有个什么用嘛？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那现在的情况是 NVIDIA， 其实我觉得黄仁勋真的是受美国政府所害他的企业要做大，他就必须要拥抱全世界的市场，但是中国大陆市场那么大，结果他却不能拥抱。那你想，等于是他把中国大陆的市场整个让给中国大陆的 AI 的产业，就是这么简单。那你说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先进晶片做不出来吗？迟早会做出来，大家都知道 ASML 最清楚嘛。ASML 的 CEO 上一任的 CEO 他就已经一直警告说，大陆一定会做出来。现在大家都知道，大陆的 DUV 已经快要出来了，所以去年中国大陆一口气向这个 ASML 买了很多 DUV 的这个光刻机，那就是维持它能够够用。等到它用的时间够了以后，耗掉了它国内的时间，已经争取到了，他自己做 DUV 了，他不再跟 ASML 买。可是 ASML 因为营业额变小了以后，它的研发经费变小了，所以您这次看到的都是研发人员、重要的科技人员被裁员。为什么？因为你营业额变小，你当然是先裁研发经费嘛，这是简单的道理。但是问题就是川普不理你能怎么办？所以企业一边又想要这个中国的市场，但是一边又被美国的政策所受阻，这样会不会削弱我们企业的一个长期的竞争力啊？请教彬哥。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人家摆明对着你的准备要用金融来弄你，那你怎么会傻到把资产都放在人家那边呢？这是很正常的一些，你就是逼着中国大陆在战略上必须要尽快跟美国在这些地方脱钩，以避免万一你到时候突然之间对我怎么样。不就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一步一步来，但是做得非常的明白。那也就是告诉中国大陆，你要自己要避险不要再跟我再贴得太近了。那中国大陆当然就照办了，不然怎么办？马上卖美债。是。那稀土当然这次中国大陆在中美谈判当中，稀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逼着川普不得不退让。那他当然明白了这个战略物质有多重要。那现在你看到欧洲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甚至连我们台湾都说3年之内要重建稀土产业，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没有个10年、20年，根本不要说你能够建立什么稀土产业。那对中国大陆来讲，越是这样，我当然越要保持优势。我不但是要更加紧开采，而且我在技术上要保持领先。我要让你在成本上永远没有办法跟我竞争。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最重要，所以他一定会更去加强这一块。那中美之间当然就是无可避免的竞争对手，所以未来这个竞争可能会持续好几十年，所以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那只是我也没有想到，连美国的 F-35竟然落到跟我们的海鲲号一样，都是要用配重。我们是因为买不到东西，只好这样弄。那他们是因为造不出来，这真的是蛮悲惨的一个状况。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要跟美国买武器如果美国连自己的武器都造不出来，请问一下我们要跟他买什么？
大家没有想过这件事吗？我们不是买2手的吗？没有，我们 F16是新的。它如果 F35的雷达没了，那我们 F16的雷达大概也没了。它是旧款新造机啊。对，新造的机，所以那这样子，我们明年你确定 F16V 会交货？所以这个，我觉得政府是不是要去考量一下？你还准备要多弄1.25兆去跟他买军购，如果他根本就造不出来，请问现在跟他卖什么？那钱不是又打水漂了？所以真的要去注意啊。那至于这个 AI 晶片这个东西，现在全世界在抢。那美国之前禁，然后后来又说要开放，然后现在政策一直摇摆不定，所以卢特尼克才会说你要问川普。所以这代表什么？你知道，连卢特尼克都不知道川普心里在想什么。可能川普会同意，可能川普也不会同意，也不知道。所以当这个政府每天都在猜的时候，那怎么办？这政策没有一贯性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哦。那导致 ASML 现在自己尝到苦果，他必须要去裁员。可是他裁掉研发部门，其实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代表他给中国大陆更多时间去追上他。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是对的吗？这在战略上根本是错的吧？我想西方应该是再来说，美国你要求 ASML 就是那个不卖光刻机啊这些东西给中国大陆，那你应该要想办法补贴他。理论上是这样，但川普不会这样想。川普觉得 ASML 从我手上偷走太多钱，跟台积电一样。对，所以他搞不好要求你要我救你可以领 ASML 移到美国来。哦，又来了，搞不好是这样，不知道。美国政府入股。对啊，所以我觉得遇到川普这样的一个人哦，大概全世界都在刷雷弹。尤其是这些科技业也是剉雷弹，那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制造业也跟着剉雷弹。请教厉将军。美军真的已经快要印度化了。印度经常干一些事情，在军武方面，譬如说他自己造的维特兰特号航空母舰那他自己造的舰载机叫光辉号，后来造完以后发现光辉号上不了上不了他自己航空母舰，因为他的升降机这个没办法升降光辉号，所以他现在必须跟法国买法国的这种阵风战机那美军我看现在已经快要变成这个印度化了。我给各位看一下照片这东西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个有图有真相大家看一下，这是 F-35战机大家相不相信？这是美军最新的第17批生产出来的 F-35战机，大家看一下这个机头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机头，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我们造假，这机头上面确实挂的是像哑铃一样的重，那个哑铃的配重的这种片挂在这上面来比对上。为什么会造成这情形呢？因为他们最新的这第17批叫 Block 4的这款新式的 F-35战机，它原来这个地方要装的是新式的雷达，叫做 APG-85 的这款雷达但是这款雷达的原料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氮化镓嘛，做雷达一定是用氮化镓来做。可是大家都晓得前一阵子这个大陆对于这种稀有金属氮化镓这种元素。不是稀土类，但是也是这个大陆管制出口到美国去的相关的重要的金属之一，镓这一款东西。那因为中国大陆管制不让它，所以它的 AGP-85这款雷达就做不出来了这氮化镓雷达做不出来，那没关系那你装回原来旧的旧的叫做 AGP-81这款雷达，我跟你讲装不上去。为什么装不上去呢？因为整个系统来讲不能，你整个飞战机上面的电脑系统都已经整合好了，你应该用这款雷达，我才可以去锁定敌机，才可以侦测敌机，才可以发射导弹那你用旧款雷达装上来是不行的，所以它旧的也装，新的没有做出来，旧的没有装上去。可是他为了交货，你知道吗？这有多扯，你知道？他已经交货了，他不是说，他说我先把这批飞机给你美军来使用，那以后我等我这个新的雷达做出来再把你装上去。现在关键来了，如果说这款雷达我不认为它可以装上去，那你知道，如果说这个机头部分如果说这个雷达有它一定的重量，飞机来讲，如果说你这个重量不对的话，你原来设计的时候，你这机头雷达，譬如说是这个雷达本身就假设说，譬如说10公斤，你现在少了10公斤，那你飞姿势就不对了嘛。譬如说你起飞的时候就会头轻脚重，那本来我要这个45度起飞的，就会变成90度起飞就会
发生危险，所以它必须将这个重量用这个哑铃的方式配置在上面。其实不止光这个 F-35战机出这个问题，这是第17批哦。我跟你讲，不要开玩笑，第17批出产的战机变成这个样，包括美国的军舰，像星座级它原来生产制造20艘，它现在也是生产了2艘就做不出来了。后续来讲，它前一阵子美国国防部正式喊停，不再做星座级的巡防舰。所以美军来讲，我们不管看到海军的这种星座级的战舰、巡防舰或者是说空军的 F-35战机，都是因为被中国卡到脖子，后续没办法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中美两国在军武方面会差距会越来越大。所以到时候，美国来的飞机是不是上面也都是配重块呢？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现在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是大选胜利了之后呢，陆媒就批评了，说高市早苗不演了，正在开启东亚的潘朵拉魔盒。他说呢，这个潘朵拉魔盒是什么？3大恶魔呢？包括了修宪、扩军，还有篡世。现在尘封已久，他要亲手把它敲开。甚至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了，说呢高市呢一直说要对华开放来保持这个沟通的态势，但是你根本就是嘴里喊着要对话，但是手上却忙着去做对抗，这样的对话才没有人会接受呢。那么现在是不是真的这3个恶魔要被放出来了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小泉进次郎他是怎么说的，他竟然说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还说党内没有反对修宪的人，应该要尽早去促成国民投票的机会。那现在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部发言人也说了，说高市早苗他眼里要修宪，军事松动，把这个自卫队写入宪法，而不是把自卫队正名。这就是要谋求军事松绑，不是回归所谓的正常国家而是要妄图走向军国主义的邪路。那对此美国是怎么看的呢？美国可能是坐收渔利拿下更多的筹码因为对川普来说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强硬安全鹰派的高市早苗执政之下呢，日中关系紧张，正是美国得以创造与中国大陆谈判筹码的一个最好的契机。所以最希望你这个中日闹翻那我美国呢就有利可图了。所以现在呢，中日两方真的闹翻了吗？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军事方面在高市早苗胜选之后呢，中国海警船呢也是首度驶入了钓鱼台的海域。中国海警船2503号舰艇编队呢，今天在钓鱼台列屿附近的领海内来巡航，并且声称呢，这是依法展开的维护航权活动。那么这个日本怎么样呢？日本现在呢也积极的在制造航母还有核潜舰。那么这个腾讯网的军事专栏作家就说了，说高市政府已经掌握修改和平宪法的能力了。即使日本尚未推动修宪，但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也显示呢，日本已经准备要来推动扩军还有备战了。而且日本的防空自卫队呢，7日也在九州的新田园基地举办了 F-35B 的战机配备纪念仪式。那宣示呢，进入常驻与部署的阶段，要逐步承担日本空防体系的一个防任重位。好，那现在呢，日媒则是说了，我们的中日关系呢越来越差了，那未来要修复呢，可能会非常的担忧这个呢是中国日本商会会长的担心，他表示呢，对关系恶化的中国和日本政府之间失去了对话，表示很担忧因为呢，这个商会呢也是在大陆要开展业务的日期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开展了。而现在我们来看到呢，日本的关西机场也是非常的惨，因为1月往返关西机场的中国旅客人数呢为2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8%呢。这个数字是比2025年12月的跌幅39%还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呢，来自港澳航班的人数呢，也比去年下跌了12%。好，那这些大陆游客不去日本去哪里了呢？统统跑去南韩了吗？我们来看到南韩政府预测在长达9天的这个春节假期期间呢，到访南韩的中国人次呢，是有望达到19万好，而且呢，这个高市早苗胜选了青瓦台表示说李在明是没有去致贺
高市的哦。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其实呢，也是一个在大国之间的角力的一个难为啊。来看到啊，预期高市会进一步绑定美日同盟。那这个对于主打国家利益为中心、长期站在美中游走之间的李在明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考验哦。因为美日韩同盟的强化呢，恐怕就会逼南韩啊，必须要在美中博弈之中去做出一个痛苦的抉择啦哈。很明显的，中日怎么选呢？南韩是很好选的，但是中美就很难选了哈。不过我们来看到啊，现在中日的这个恶意螺旋在上升，高市真的要把这个潘朵拉魔盒给打开了吗？请教赖教授。正在打开中哦，因为高市早苗他首先迫不及待的啊，因为他大胜，得意的不得了，自民党现在正是欢欣鼓舞的不得了啊。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想乘胜追击，打铁趁热。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要成立一个修宪小组了，而且要跨党派的啊。这个成立一个修宪小组，目前我们看到日本的自民党内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了，所以等于是这个修宪的工作会往前走了。那我们都知道日本为什么要修宪，它就是主要的就是要把日本的这个从非战国家变成一个可以用武力去处理国际争端的这个国家。可是不要忘了，二次大战之后，对于日本跟对德国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你不能够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那你违反的话，那世界各国都可以启动这个条款来对付你。那很明显的，这个高市早苗他不会理会这个，他往前推了。那二方面会扩军，所以他在增加军费了。然后三方面你可以看到他一定会去靖国神社，因为他说他会用尽各种办法把那个。不管是改变什么方式，他还是会去。那这个当然就是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川普为什么会很开心？你想，川普第一个钱拿来，5500亿给我拿来我已经告诉你说我很生气了，你没有给我，现在你已经选完了，你不能够再赖了不能再拖了。第二个，美日的贸易协议你要给我通过，你现在掌控的国会的绝对多数，马上给我通过第三个，你要增加军费，增加军费的里面有一部分要多支付我美军驻守在日本的这个钱，要再比以前更多一点，而且你增加的军费里面，你要向我美国买更多的武器。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我把你日本放出去咬中国大陆，这个对美国没有伤害所以我觉得川普一看到哇好处这么多，当然很欢迎，也很乐意见到高市早苗大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中日之间的问题很难解了吗？我们来请教彬哥。中日关系看起来是好不了了。那小泉进次郎也讲了嘛，党内没什么人反对要去修宪，那就去其实修宪对他们来讲也是个双面刃搞不好一修宪下去，未必高市早苗的支持度还能够维系到这么高。但是马上接下来就是中美日三边之间会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3月19号。高市早苗要去白宫拜访川普，那川普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就会攸关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进程到底如何。因为如果川普是很高兴的，就像他最近所讲的一样，他非常支持高市早苗，然后修宪 OK 没有问题，军队正常化没有问题，甚至同意高市早苗说要造核潜舰什么都 OK， 那恐怕4月川习会就不会发生。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如果让日本一下子跨出去这么多，这恐怕是中国大陆绝对无法做事。那中间关键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才是有实力决定日本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向正常国家化的国家，因为美国是实际控制日本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川普的表现就至关紧要。但是对川普来讲，他现在好像还没想到这些，他现在想到的是高市早苗，你怎么把5500亿赶快给我？你赶快把其他我要的东西全部都弄给我。所以川普如果没有细思到这一层的话，未来中美日之间恐怕会出现更多的乱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中日未来发展，请教李将军。
我觉得日本这一次这个高市早苗选举获胜之后，那日本军国主义复辟一定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有2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最主要是他过了修宪的这个门槛啊，跟这个日本他们执政联合的话，已经超过2/3的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达到修宪门槛。那之后呢，当然要经过日本这个民众公民的公投，要1半以上同意就可以修宪。那第二个，我认为说是会修宪成功，主要是我认为背后来讲，美国也会支持，因为美国很希望日本能够承担在东亚地区承担美国防卫的责任。我们从这次的 F-35B 成军就可以看出来，这 F-35B 是在航母上面起降的这种战斗机那它是垂直升降的。原来日本的加贺跟出云这2艘直升机，他们是这个直升机的2栖攻击舰。那也是美国帮他们改装因为如果说是用战斗机，它下面喷下去的这种温度是很高的，一般甲板是承受不起，所以美国帮他们把这个甲板改成可以承受 F-35B 的引擎喷的热度所以说这个 F-35B 成军，从这个动作我们就看出来，美国事实上是在帮助日本建立它军国主义的兵力，那希望日本在未来能够替美国承担防卫责任。可是我觉得中国这次看到在钓鱼台实施战备警巡，那中国在这方面是绝对不会示弱的。所以说中日2国这个兵点会越来越严重，那中日2国的对抗也因为高